没错，现在2到3万入门中阶的价位带，也可以看到 QLED 量子电视的身影了。帮你今天带来的是更平价的 QLED 量子电视 TCL C716，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这次邦尼带来的是 TCL 所推出的 C716， 邦尼手上的版本是55寸，目前市场上的价位带落在2万5左右，对一般家庭来说，应该会是一个容易入手的价位带。在外观设计上 ，TCL C716 3侧采用的是没有包覆面板的2毫米极窄侧框，视觉上相对利落。下方则是采用法丝纹的金属饰条，搭配钻石切边产生的亮面进行收边。在机身成色上 ，C716 会以深蓝作为主要视觉，并且搭配上左右2只独立角座。邦尼也实际测量，大约是30公分。预计摆放在桌上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电视柜深度。而底部接收区域则是包覆着布面材质，并且配置了一颗白光 LED 作为电源指示灯。整体来看，这次 TCL C716 在细节上还是比较多，以居家摆饰来看也没有太大问题。而在 I/O 接孔上，有顶部的 3.5mm 接孔，2组 USB 2.0 接孔，接着是光纤输出 RJ45 网路接孔，以及3组 HDMI 接孔。第一组的 HDMI 支援 ARC， 底部则是留有 AV 输入转接孔。顺带一提 ，TCL C716 这次也提供了2种版本的遥控器，可以依照家庭状况自由选择。接下来直接进入萤幕显示效果啦。TCL C716 采用一块 4K 的 QLED VA 面板，60Hz 的萤幕更新率，覆盖93%的 DCI-P3， 静态对比来到5000:1，长时亮度则是达到330尼特左右。邦尼一样再帮大家复习一下点亮电视的背光技术。还不太清楚什么是背光的观众，可以简单想象，想让电视亮起来，电视后面就需要有 LED 灯打在面板上。大家常听到的直下式跟侧光式，就是 LED 灯条安装的方式。先说侧光式，简单来说，侧光式就是将 LED 灯条安装在电视4侧，例如将灯条安装在底部，接着搭配导光板，让光能够覆盖整个萤幕，就能让电视亮起来。不过邦尼也说过很多次了，虽然侧光式也有做得不错的机种，但因为灯条位置的限制，比较容易产生底部亮、顶部暗的状况。这时候价位稍高的侧光式机种，可能就会尝试在其他侧加入灯条，或是强化导光板等解决方案。另一种就是 TCL C716 所采用的直下式背光，简单来说，就是将 LED 直接安装在面板后方，如此一来就可以更容易让光源覆盖到整个面板。不过一样有直下式只是一部分，区域控光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比较可惜的是，经过邦尼测试，TCL C716 不具有区域控光的能力，但考量到价位，其实是相对合理的硬体解决方案。而在 HDR 上 ，TCL C716 支援了2大阵营的 HDR 格式，包含 HDR10 Plus 以及 Dolby Vision。在实际体验上 ，C716 实际测试预载的 Netflix 播放《星际争霸战：发现号》，可以看到左上角成功触发 Dolby Vision 的图标。而显示效果受益于 QLED 面板 ，C716 在显色上相当饱满，330尼特的长时亮度，对于一般家庭的室内光源来说足够使用。但邦尼建议白天拉下窗帘观看，获得最好的效果。动态对比在同级中则是表现不错。实际播放《怪奇物语》经典的低光场景，对于以低光为主的场景来说 ，C716 整体表现中规中矩，但在复杂光源的场景中，以同级来看有不错的表现。当然，采用 QLED 面板的 C716 最大亮点就落在显色上。对观看一般电视节目、YouTube 网络影音或是影集的朋友来说，应该非常足够。显色上相当饱满，不过在其他指标上就相对中规中矩。邦尼会认为 C716 更适合预算有限、以影音为主的使用者，毕竟在这个价位带采用 QLED， 在 CP 值上也是非常优势。而在音效体验上 ，C716 搭载了2颗10瓦喇叭，同时支援了 Dolby Atmos 以及 DTS 音效技术。内建喇叭的实际表现，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足够使用，但邦尼会建议追求声音体验的朋友，可以朝向家庭剧院选择。在系统体验上 ，TCL C716 搭载 Android TV， 硬体上搭配的是2GB RAM
以及16GB 的储存空间。在操作上，大部分场景都能够有顺畅表现，但在快速切换时还是需要等一下，跟同级价位机种没有太大差异。不过 TCL 针对 Android TV 有许多客制化的选项，跟原生系统稍有差异。如果是从其他 Android TV 切换过来的朋友，需要熟悉一下，但整体逻辑差异不大，容易上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TCL 的键盘输入会是 Android TV 中相对做得不错、容易使用的。此外 ，TCL C716 也内建了系统最佳化的 App， 以帮你过往的 Android TV 使用经验来说 ，TCL 一键的设计能够更容易释放系统资源，让相对受限的硬体能够更流畅使用。这也是许多原生 Android TV 比较缺少的一块。当然，作为一款 Android TV， 你一样可以在 Google Play 下载各式串流平台的 App。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TCL 所推出的 Magic Connect， 你就可以简单的将 Android 手机的画面投放到电视上。当然，也可以透过这个 App 直接操控你的电视。如果你使用的是 iPhone， 则是可以下载 AirScreen， 将 iOS 设备的画面投放到电视上。一样可以下载 Magic Connect 操控电视。如果你只是想在电视上观看影片，邦尼还是推荐优先使用内建的 Chromecast。只要在 App 中点击这个 icon， 就可以直接将手机影片投放到电视上。最后是运动赛事跟游戏场景的指标分析。首先是运动赛事 ，C716 这块 4K QLED 面板在显色表现上非常不错，动态对比跟亮度则是中规中矩，足够大部分家庭使用。不过采用的是60赫兹面板，也不支援 MEMC。对于高速移动的球类运动赛事来说 ，TCL C716 的表现会比较受限一些。而在游戏家机部分，对重度玩家来说，目前这个价位的机种在硬体上还是相对受限。如果是跟同级机种相比 ，C716 表现差异不大，延迟大约落在15毫秒，对一般使用者来说，顺玩没问题。整体来说 ，TCL C716 有了 QLED 加持，在显色表现上非常不错。应该也是同级价位中 CP 值更高的一块面板，虽然只有60赫兹以及330尼特的长时亮度稍微可惜，不过以同级机种来看，在硬体上的选择还是合理。但 C716 的最大优势就是拥有 QLED 饱满的显色表现，会更适合预算有限、以影音为主的使用者。在机身喇叭上采用2颗10瓦喇叭，对一般家庭来说足够使用，但追求音效体验的朋友还是推荐朝向家庭剧院选择。而在系统体验上 ，TCL C716 在开启 App 及切换时的表现，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有流畅表现。而 Android TV 的各种附加功能，例如手机投放到电视的 Chromecast， 各式 App 都能够安装的 Google Play 商店等等也都有。整体来看，邦尼认为 TCL C716 适合影音内容为主的使用者，例如就是只看家中第4台、YouTube 影集等等的朋友。QLED 的显色会是在同级中 CP 值更高的地方。同时 ，TCL 也提供了3年保固。好啦，本期节目先到这里。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没测到的，欢迎底下留言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